风水不对，生命浪费；风水做对，荣华富贵。大家好，我是风水师蕾啊。大家不要以为来错频道了，因为毕竟我就是科学风水室内设计师蕾啊。大家应该知道，在做室内设计的过程之中你可以不考虑风水吗？你们现在那边有人是不在乎风水的吗？你们跟我说。那大家应该也知道吧，闰年就是我自己个人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在开工拜拜，我们也没有在完工拜拜，我们就是不 care 任何事情，我也没有在看黄历，我就是想动工我就动工。但是业主有人会不会 care？ 有我们就会配合业主的时间，因为通常如果业主说，我只能3月7号的时候，那时候移动土我要动工的话，那我们就会配合他们。可是呢，你要说我是完全无神论者吗？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是，我觉得我反而是一个什么多方面都相信的人。如果这个事情是有科学根据的话，我就可以相信他。我遇到的业主啊，通常会 care 就是那几个嘛，就希望自己的家是坐南朝北啊，然后希望自己家不要有穿堂煞啊，然后希望灶上不要有梁啊，然后或者是希望门不要对门啊，或者是不要厨厕相连啊，这样子基础的几个。但是我说真的，不要厨厕相连啊，对现在房子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你是刚好又是买台北的房子的话，你们知道台北寸土寸金，所以通常玄关进来客厅，客厅旁边餐厅，餐厅再过去就是厕所啊，然后厕所就是会跟厨房其实很长，他们就是会连在一块。再加上现在建筑法规这么严谨的状况下，我也不可能就把这个厕所直接移到一个远方啊，因为这规定就是这样。之前我就遇到了一个客人，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时尚有质感的大哥，他来了他就说我喜欢黑白灰的色系，那他就拿了像这样子简约风的照片给我看，我就觉得哇天啊，这大哥也太时尚了吧！我做这个设计我一定会做得很开心。但是呢，下一秒他突然跟我讲说，因为他是在金融业工作的，他就说他风水师傅啊，就是跟他讲说，因为他要尊敬神明，所以在玄关的这个地方，他一定要放一个红木雕龙雕凤的神桌。我就还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设计，就是等于说融入在里面？例如说有个门可以关起来，他说不行，就是一开门进玄关，我就一定要看到那个红木龙凤雕花的神桌，然后而且还有一个指定的尺寸跟牌子。然后他一给我看那个照片，就是像这样，然后我心里就想说，这要怎么融入在这黑白灰里面啊？所以我就开始衍生了这个念头，觉得说天啊，所以风水真的这么重要哦？就风水会重要到你不想要管你家的室内设计，就是硬要把这东西放进来是？没有，你们在乎也 OK， 你们开心就好，真的，你们高兴就好。但是呢，你要问我，你可以问我，你问我相不相信风水？你问，我不信，我不信你家里很丑，你家风水会好啊？没有啦，我们大家也不要这么偏激，就是因为说真的啊，我不信风水，我真的不信风水，我完全不信风水。但是我相信 environmental planning， 虽然不相信风水，但是我相信环境设计的重要性。研究了这么多的东西下来之后，我自己觉得其实风水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 environmental planning， 综合了前人的经验跟智慧。我之前都会跟大家说，我觉得风水是一种统计学，但是我现在觉得统计学这个说法不精确，因为统计学你是需要大量的数据啊，然后记录啊、论证啊，证实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但我觉得风水这件事情呢，更像是环境设计，它是结合了前人的智慧，从我们老祖宗5000年来历史积年累月，他觉得这样子的状况下会引发不好的事情。就像我们说灶上有梁这件事好了，以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说呢，你可以自己想象，以前的房子都是木造的房子，木造的房子他们都会做木造的横梁嘛，那which那个横梁通常都很低，因为以前木造的房子不可能像现在什么清水混凝土的房子盖得超高，随便2.4米、3米、3.5米这样子。以前房子其实都是矮矮的，就如果大家有去过眷村一些可爱的小木屋，大家就会知道，其实他们的房子可能就2米、2.2米的高度，然后你又要再做一个结构的横梁下来，可能你伸手大概在10公分，你就要碰到那只梁的状态。那以前呢，又不是像现在都是什么电磁炉啊、IH 炉，是那种灶嘛。那你可以想想看，木做的横梁，然后靠一个有明火的地方这么近，它会不会很容易失火？一定就是很多人把灶设计在梁下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火灾。所以呢，风水的这个经验传承下来，就会告诉你说，灶上不要有梁。我觉得超级合理。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背上那个时代之下，那个的建筑方式之下，它会有这样子的道理。可是现在的状态其实不一样啊，因为现在所有房子几乎都是清水混凝土啊，所以你还会因为灶上有梁而容易失火吗？我觉得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that 那今天呢，我本人就是想要打破大家这个迷思，我也不是要劝你们不相信风水，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就科学一点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风水，然后跟看看如果你真的很 care 这些风水的问题的话，有什么室内设计是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风水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在乎的穿堂煞。其实呢，现在的建商因为土地的关系嘛，或者是法规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如果有10间房子的话，我觉得6间房子都是有穿堂煞。大家都会喜欢方正的格局嘛。说到方正的格局，这个你们可以看之前有一集，我推荐大家怎么找自己心仪的房子跟预售屋。其实我自己本人是不喜欢整体结构是方正的房子，因为你可以想想看，方正的房子它绝对就是没有玄关。我是说以小坪数来说啦，就大坪数你当然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我说以小坪数的房子来说，假如是一个方正的格局的话，那你就一定不可能有玄关，因为玄关这个东西它就会吃掉你一个空间，而且当你一拥有这个玄关之后，你的房子就会变得破碎。所以现在建商很长的格局就是像这样，你一进门你就会直接对到客厅，然后就是直接穿过去，那这就会产生大家最 care 的穿堂煞。那以前古人说为什么不能有穿堂煞呢？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如果你的门是直接对着窗户的话，你的好运啊就会一直从门那边流走，或者从窗户那边流走，就什么东西在这边都守不住。科学一点的想法啊，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错。以前的那种房子都是木造的木门，那你的窗户又在这个位置，而且以前不是有纱窗，不是有气密窗，那个窗户它一定多少都会有一些缝隙。当风真的是很强的时候，它吹进来的时候，不止你的窗框会一直发出声音，而且你的门可能也会嘣嘣嘣作响。所以呢，这样对你居住品质一定是很差。因为你们可以看，假如像这样的格局，它这样风吹过来，它是撞到墙壁的话，那你就不会有门很吵的声音啊。可是如果你门是在这个位置的话，想想看，以前那种木门，风一吹过来，门就会砰一声直接关起来。那你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听到这些噪音，听到这些风切声，你是不是会觉得很烦？现在你是住正常的，不管是钢构或者是水泥结构的房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大部分都已经没有了，因为毕竟现在的门都是气密窗、气密门，甚至那个大门都是一个什么有电子锁密封的大门。但是如果你还是很在乎这个风水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做，像这样子直接有穿堂煞的房子，其实是很适合在这个地方隔出一个小的屏风或者是小的玄关。那隔出一个小的屏风呢，它可以直接给你一个落尘区的感觉。那你这块的地砖跟你室内的地砖，你就可以做异材质的变化。或许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脱鞋子，你不会直接用脏木地板或者是你客厅的空间。那你在玄关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落尘区，它有一个屏风可以阻断这整个空间。甚至像这个形式，我们直接做一个玄关的更衣间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是在美式的房子里面很常会做的，因为在外面会下大雪啊、下大雨啊，他们都会穿着大衣跟雨衣出去。那一回家的时候，你这些雨衣跟大衣你都没有地方放，那就可以做一个像这样子的玄关。你不只可以放你的污衣区，然后你还可以把你的，例如说像吸尘器啊跟一些电器设备都放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这就是解决穿堂煞很好的现代的室内设计的方式。第二是梁压头顶，因为以前古代的说法就是说梁就是一把刀一把剑，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一把刀一把剑在你的头顶上面直接劈过一刀的话，它不管对你的健康啊，或者是对你的运势都不太好，甚至呢会让你的夫妻感情一刀两断。是这样吗？没错，就是这样，这就是古代的说法。但是呢，谁会喜欢自己的沙发的正上方有一只超大的梁呢？因为大家可以看现在这种钢筋水泥的结构啊，结构上我们需要这些梁，而且这些梁如果是主梁，不是什么副梁的话，它都需要承重，所以它都会做得很粗壮、很深、很矮这样子。那可是如果它这个东西靠你这么近，其实的确我觉得在心理上是会造成人的压迫感。可以解决的手法呢，就是用设计天花板的手法去稀释掉这只梁，不要让它觉得这只梁就是在你的头上。所以像这个案例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弧形的天花。因为呢，这只梁它真的非常的大，而且它刚好要压在沙发的正上面。那我们为了要让整体空间看起来不断开，有一个流畅性，且争取整体的天花的高度，所以呢，我们就做了像这样子的弧形梁。那另外呢，如果你要解决梁在头上的问题的话，其实像这样子的正间接照明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那其实我觉得大方向上面呢，我们现在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不要让这个梁在心理或者是视觉上面会给你那个压迫感。所以呢，只要它是可以用天花板稀释掉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解决风水的好方式。最后一个呢，就是镜床煞，就是镜子不能对床。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说法吧？古代人就是会觉得说呢，镜子它就是一个通往异世界的空间。大家有看过《主君的太阳》吗？你看这个片段你就知道，他在喝醉酒的状况下呢，他就被附身了。因为在你就是睡觉啊，或者是昏迷啊，或者是喝醉酒这种精神状态比较不好的时候，你就通常比较容易被脏东西靠近。所以呢，你在睡觉的这个过程中，你自己精气神最弱，在复原的状况下，镜子那边就是一个通往异世界的道路，可能会有谁从那边过来。那可是他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哦，这边有一个昏迷的人，那我进去好了。他就跳进去了，所以就是对身体健康不太好。那也很多人讲说，就是有镜床煞的话，不管对你的精神方面、对你健康方面啊，都会很不好，而且容易招烂桃花，还有夫妻口角。但是呢，说真的，镜床煞也是我平常在做设计，就是不管风水的状况下，我一定会避免的事情。因为你们可以想嘛，就是就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你如果是一个独居的女生，然后你家里还没有养宠物哦，晚上睡觉突然要起身上厕所的时候，你一坐起来，然后你看到一个人影这样子晃过，你会不会吓半死？它会让
让你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头这样子飘过去。但总之就反正镜子对着人啊，或者镜子对着床啊，你其实一个看走眼，就是你觉得一个黑影闪过去，就对你心理健康不好。我就说了，虽然我不相信风水，但我很相信环境设计，那样子的设计会让这样环境对你的心理不好。人在一个空间里面就是需要安静跟稳定的状态。那如果你老是弄一堆黑影啊，你看到会吓到的话，那肯定是对你健康不好啊。所以进床煞一般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就会直接避免。但是你们可以看像这样子，因为现在很常我们会做类似像这样的镜柜跟滑门，难免你会遇到这个空间真的小到你化妆桌就是只能放在你对面这样子的位置。那我觉得增加一个滑门片或者是增加一个遮蔽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像这样子啊，这个滑门片不只可以当衣柜的门，它还可以拿来遮蔽这整个化妆的空间。而且很常我们女生化妆的空间都很乱嘛，那这样子增添这样子的设计的话呢，你就会拥有一个非常干净利落，然后让你整个精气神都很美好的卧房空间。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风水加科学小 tips。我觉得总结来说呢，不是要大家不相信风水，但只是风水真的是一个前人经验的传承。可是现在已经很多大环境跟方向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盲从那些东西的话，可是却影响你整体家里面的动线，导致你家里动线很难用，住起来不是一个顺手或者不是一个方便的状态的话，那我也不会觉得它会增加你的整体运势或什么。不管是心理健康啊，或者是各方面有相关的，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更科学一点的状态的话，大家就可以参考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类型的东西。那我觉得只要解决了这些东西的话，就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以的，任何的风水都可以被化解。